第86分鐘，球场一邊，象牙海岸的球迷嗓子都快喊哑了。12分鐘前，他们刚把比分扳平，眼看就要把比赛拖进加时。可就在这时候，球场另一头，哈兰德在门前几乎没使劲，轻轻那么一蹭，球进了，挪威2-1。咱们这位科特迪瓦象牙海岸非洲杯的卫冕冠军就这么被一脚踢回了家。可你要只盯着这个比分，准以为挪威赢得多轻松。恰恰相反，这场球从头到尾是象牙海岸科特迪瓦压着挪威在打。挪威到底是怎么赢下来的？这里的门道可不少。这场球老马也是熬夜爬起来看的，趁热乎，今天带你从头到尾捋一遍。两支队简单认认就行。挪威28年来头一回踢世界杯，当家的是哈兰德，当今足坛最能进球的那个中锋。对面科特迪瓦象牙海岸，外号大象军团，是现在的非洲杯卫冕冠軍。這回也是队史頭一回闖進淘汰賽，倆隊都憋着一股好多年沒釋放的勁兒，誰也不想頭一關就回家。行啊，廢話不多說，咱說回這場球。賽前大夥都覺得這是一場身體流碰、身體流的硬仗。挪威倆人高馬大的中鋒靠力量壓人，象牙海岸倆中衛也是一個比一個壯，針尖對麥芒。可真打起來根本不是這個劇本。挪威主教練心裡門清，跟象牙海岸拼對抗、拼邊路速度，自己未必占便宜，乾脆反着來，把隊伍往後一收，擺出個低位防守的架勢，就等着反擊和定位球。說白了，挪威從一開始就沒打算跟你對攻。開場這20來分鐘，兩邊都在互相試探，誰也沒急着撲上去。可真正先動手的，反倒是按兵不動的挪威。第39分鐘，機會說來就來。挪威那個20歲的小邊鋒努薩在禁區左邊得了球，象牙海岸的防守沒逼得太緊，就給了他這麼一點點空間。努薩抬腳就是一記弧線，球貼着橫梁底下，劃着弧線鑽進了遠端的球門死角。象牙海岸門將那一下幾乎連動都沒動得了，眼睜睜看着球飛進網窩，漂亮！這球擱哪兒都是個世界波。0-1，挪威用一次為數不多的進攻先聲奪人，還把這個領先穩穩帶進了中場休息。下半場一上來，風向就全變了。落後的象牙海岸急了，也徹底醒了。他們開始往挪威半場一波接一波的壓，邊路下底傳中，禁區裡頭搶點，外圍掄起來就是一腳遠射，能使的招全使出來了。挪威的半場基本成了象牙海岸的單方面進攻演練。我給你報個數，你就知道這場有多一邊倒。全場踢下來，象牙海岸射門20腳，挪威才9腳，整整2倍還多。角球，象牙海岸也是踢了一大堆。場面上的優勢幾乎是一邊倒的，可挪威這道防線就跟焊死了一樣，他們把人一股腦收回禁區，10個人築成一道牆，你傳你的，我守我的，瞅準空子才偶爾出門反擊那麼一下。象牙海岸圍着這道牆，前前後後砸了大半場，球就是捅不進去，不是進使大了打飛了，就是被門將穩穩沒收，再不就是臨門那一傳總差了那麼半步，一次次機會從眼皮子底下溜走，場上的壓力越積越厚。看台上象牙海岸的球迷從一開始的吶喊助威，慢慢也喊出了點着急。熬到第74分鐘，象牙海岸總算把這口憋了半天的氣給捅了出來。曼聯的邊鋒阿馬德·迪亞洛在右路跟隊友踢了個2過1，就是把球遞出去，對方一搶給擋回來，人一下子就從2個防守隊員中間溜了過去。球回到他腳下，他沒停球，帶着球連過好幾個人，一路生砍進禁區，瞅準角度一腳抽射，球進了。1-1，整個球場轟的一下就炸了。這個球從撞牆配合到個人盤帶，再到最後那一腳冷靜的終結，全是真本事，挑不出一點毛病。你能隔着屏幕感覺到那股勁兒。象牙海岸頭一回踢世界杯淘汰賽，全隊加上滿場球迷憋了幾十年的那口氣全攢在這一個球裡頭了。1-1，比賽等於重新洗牌，眼看就要把如日中天的挪威活活拖進加時。那一刻迎面好像徹底倒向了象牙海岸。可惜呀，足球場上最不講理的就是那種你防了一整場最後卻防不住的人。挪威這邊就站着這麼一個哈蘭德象牙海岸的希望，只維持了12分鐘。第86分鐘，挪威右邊一記傳中，球高高劃過禁區。哈蘭德這個人前面80多分鐘你幾乎都注意不到他在場上，可偏偏就在這個要命的時候，他不知道啥時候已經悄沒聲溜到了後點，身邊連個盯防的人都沒有。球到跟前，他幾乎沒使勁，往前輕輕那麼一蹭，球就蹭進去了。
1比2，從天上掉到地下，就這麼短短12分鐘，這就是頂級中锋最嚇人的地方。平時藏着掖着，跟個透明人似的，可只要給他一次机会，哪怕就是门前輕輕一蹭，他都能要了你的命。象牙海岸辛辛苦苦防了他80多分鐘，防的真不赖，可就松了这麼一下下，前面所有的努力全白搭了。这一个球也是挪威队史头一回在世界杯的淘汰赛里进球，還笑到了最後。剩下那幾分鐘，對兩邊都是煎熬。象牙海岸一看落後了，乾脆把人全壓上去搏命，連中衛都頂到了對方禁區裡頭，孤注一擲。挪威這邊退無可退，全隊就剩一個念想，把球往大腳開遠點，再用身體一下一下把對方的進攻硬生生擋回來。補時那幾分鐘，每一秒都像一年那麼長，可象牙海岸使盡了渾身解數，球就是再沒能送進網窩。中場哨一響，1比2，挪威的小伙子癱在草皮上又蹦起來抱成一團。象牙海岸這邊一個個蹲在地上，半天起不來。同一塊草皮，同一聲哨，一邊是狂歡，一邊是心碎。淘汰賽就這麼殘酷，沒有第二回合，沒有下次再說，贏的往前走，輸的當天就收拾行李回家。你回過頭看這場球，會覺得挪威贏得有點不講道理。射門人家2倍於你，控球角球全被壓着打，憑啥最後笑的是你？憑的就倆字兒，高效。這兒給第一次看球的朋友補個詞兒，叫預期進球，英文縮寫叫 XG。說人話就是把你每一腳射門能進的概率都算個分，再加到一塊兒，看看你這些機會。按理說該進幾個。打個比方，好比一場考試，象牙海岸答了20道題，可大半是閉着眼蒙的。挪威只答了9道，但道道都是他會做的。這麼一算下來，挪威的預期進球反倒比象牙海岸還高，這就是差距。象牙海岸轟了20腳，看着熱鬧，真正有威脅能讓門將冒冷汗的沒幾下。說到底，象牙海岸這場什麼都有了，控球、跑動，一波接一波的攻勢，就缺一樣，缺一個能把這麼多機會穩穩變成進球的真正殺手。而挪威那邊恰恰就站着這麼一個，機會本來就少，可逮着一個就往死裡咬，絕不浪費。淘汰賽拼到最後，從來不是看誰場面好看，是看誰少犯錯，誰那臨門一腳更狠。這場球裡最狠的那一個就是哈蘭德。所以你別看象牙海岸壓了一整場，真到論結果的時候，這場圍攻反倒把挪威的成色給襯出來了。能在人家這麼瘋的攻勢底下穩住不亂，陣腳一點不慌，再用少得可憐的那麼2-3腳機會一擊致命，這恰恰是強隊是能走得遠的隊才有的本事。象牙海岸越能打，壓得越兇，越顯出挪威這場贏得有多硬。淘汰賽要的從來不是場面好看，是活到最後。挪威這一場贏得一點都不虛。順一句，老馬也是熬夜陪你看完這場的，覺得有意思。右下角點個訂閱唄。世界杯這1個來月，咱天天有。說回象牙海岸，這支隊走到今天真挺不容易。他們以前那批最有名的球星，世界杯上一場淘汰賽都沒踢着。這一波年輕人好不容易把這個坎兒邁過去，頭一回踢上淘汰賽，結果又倒在了第1關，還是最後時刻被人一腳絕殺的。這滋味擱誰身上都不好受。不過話說回來，能闖到這一步，對象牙海岸已經是隊史最好的成績了。輸給一支狀態正熱的挪威，輸在哈蘭德腳下，真不算丟人。今天這一場的眼淚，說不定就是下回捲土重來的那股勁兒。這事兒老馬不替誰惋惜，也不替誰評理，留給你們在評論區慢慢聊。而球場另一頭才是這個夜晚真正的主角——挪威，一支28年沒在世界杯上露過面的隊，回來頭一回踢淘汰賽，就交出這麼一場又能扛又能反殺的硬仗，還揣着個隨時能要你命的哈蘭德。這是挪威隊史頭一回在世界杯淘汰賽裡贏球，一腳就跨進了16強，也就是咱常說的1/8決賽。要知道，挪威世界杯踢得最好的一回，也就是1998年那次進16強，再往上一步，幾十年來從沒夠着過。這回他們又站到了這道門檻上，往前邁一步，就是改寫整個國家的足球歷史。也難怪這場球一踢完，全世界的目光呼啦一下全奔挪威去了。可下一關等着他們的，偏偏又是個真正的狠角色——巴西。对，就是那個拿過5次世界杯冠軍、全世界夺冠最多的巴西。這場16強定在7月5號，地點就在紐約邊上那座要辦決賽的大球場。挪威這童話還能不能接着做下去？懸。巴西畢竟是巴西，可你別說，這裡頭還真有點說道。上一回挪威在世界杯上碰巴西，
正好就是1998年那回，挪威還2-1爆冷把巴西给贏了。28年過去，俩隊又撞一塊了。再者说，巴西這回自己也不是一路橫着過来的，上一場对日本被人壓着打，一直熬到补时第6分鐘，才靠一個絕杀2-1險險過的關。連巴西過日本都這麼費勁，你說挪威帶着哈蘭德是不是也有那麼一絲絲機會？這場哈蘭德對巴西當世最猛的杀星，对上夺冠最多的豪门，光这麼一個对碰就夠咱守着看了。今天這場就唠到這兒，下一場挪威对巴西，你看好挪威这童話還能接着做下去？還是覺得碰上5冠王就到頭了？還有象牙海岸壓了人一整場，最後卻輸了，你覺得冤不冤？都在評論區告訴老馬。覺得這一場嘮得有意思，就訂閱點個讚，再轉給那個跟你一樣熬夜看球的朋友。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馬，咱們下一場見。